然而天邦还没有完全被消灭，有韩涛存在的一天，就有天邦存在的一天，你是很清楚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只是欲速不达，我多停留在天邦一天，我的性命就要面对一天危险。你以为我会好过吗？所以，为了让你能够早日脱离危险，我才急于消灭天邦。我不是在逼你，我是担心你而已呀。多谢关心了。对了，我女儿失踪已经2天多了，你在天邦里听到，是否是他们所为呀？没有，相信与他们无关。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如果在天邦里有我女儿的消息，请你帮我把她救出来，好吗？好，能帮忙的，我一定帮忙。好，好。张公子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要我说啊，咱们待会儿就喝一杯去啊！白菜，新鲜的白菜。事儿。新鲜的。中午。白菜。那我还有事吃好啊。哎，新鲜新鲜。哎，对。好了。来了，哎，看一看。买菜喽！来，过来看一看啊！思雅，你现在在哪里呀？爹很想你，思雅。大人，外面有一个叫高金榜的人要见您。传是。高金榜。请。有大人，你终于来了。我来是求你放过于万历和石屯等人。凭什么？你一定知道他们是无辜的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你又何必为难他们呢？他们几个人不过是从黑龙江来的乡下人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其中一个丁文强已经死了，你就当做善事，放过他们吧。照你这么说，囚犯他们中途逃跑不算违法吗？于万历他们联合天邦对抗朝廷，难道就没有罪吗？这一切都要怪你当初不查清楚，就把他们4个人都给抓走了。于万历为了救他的兄弟，才被迫找天邦来帮忙。你可不要忘了，尤思雅上一次被掳走，全靠这5个乡下人见义勇为把他给救回来。在救思雅的过程中，于万历还差点挨刀死了。你不但不感谢他们，还恩将仇报，现在以通缉犯之名要抓他们，格杀无论。你不觉得自己过分吗？朝廷军火被劫当天，石屯他们几个是被当场逮捕的，其中一个叫丁文才的人手里还拿着天邦的大刀。难道我逮捕他们还错了吗？他们5个兄弟全都是直性子，你想想看，官兵当时把丁文才的弟弟给杀死了，丁文才这个做哥哥的能不激动吗？他拿别人的刀来抵抗官兵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。尤大人，大家都是聪明人，那军火是英国人的，现在不见了，你要向朝廷来交代，随便抓了他们几个来抵案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这5个兄弟救过你的女儿，如果你的女儿没有被救回来，早就被人给杀掉了。哼，就是因为他们5个人，思雅才离开了我。你终于承认你公报私仇了。你是怕于万历抢走你的女儿，所以
你要杀他，你真的太自私了。难为了思雅，当外面老百姓那么痛骂你的时候，还维护你、尊重你。好了，你硬要拆散他们两个，你想，他会开心吗？你呀，为了自己的权力占有欲，牺牲了思雅。总有一天，你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后悔莫及了。思雅，我疼思雅，这你是知道的。我并不想让她不开心呐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她呀。可她为什么就不明白呢？哎呀，但是你用错了方法，你知道吗？他爱于万丽，并不表示他会离开你吗？但是，为了这个小子，他离开我了呀。你把他关起来，他当然要跑掉。为什么你知道我把他给关起来了？莫非是你把他藏起来了？我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不过不是我藏的他。那他有危险吗？暂时没有，迟了我就不敢保证了啊！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？就算把那个地方都翻遍，也要把思雅救回来。哎呀，思雅就是不希望你滥杀无辜，所以自己才留在那儿做人质的。是谁把他当人质的？啊？你说是不是韩涛？我不能说他在哪里，因为只要你一行动，就只会杀人和破坏，那样思雅会死在你手里。但是我可以帮你把他救出来。那就请你赶快把他带回来吧。可我有个条件呢。你要我放掉于万丽4个人？对，而且还要保证他们安全回黑龙江。哼，你认为我会答应吗？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。我相信思雅也希望可以换回他们的自由。好，只要你把思雅带回来，我马上解除通缉令，还会派人护送他们走。为了我们多年的交情，我希望你遵守诺言。我离开以后，你不要派人跟踪我，否则的话，思雅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只要我的女儿不受到伤害，安全回来，我都依着你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马上处理。嗯。谁呀？是我。快开门！我来的时候被人跟踪了。啊，冷姑娘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被我摆脱了，但是此地不宜久留，他们随时会查到这儿的。哎呀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那我们马上离开这里吧。不行，外面全是官兵啊。哎呀，这……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小佩姑娘，麻烦你立刻拿几套女装衣服给我，快点儿！哎，万丽，万丽，阿金哥，我来了。哎，思雅呢？我都等了他1天了，都没见到他人啊。哎呀，韩涛他怎么不守信用呢？他答应过我的嘛。你知不知道，尤明海说只要放了思雅，他就放过你们。但是现在韩涛没有放思雅，你知道韩涛现在在哪里吗？啊？尤明海他放不放过我们是另外的事情。我现在只是担心思雅的安全。他是为了我们才会吃这样苦的。哎呀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你仔细想一想，在哪里可以找到韩涛啊？哎呀，哎，韩涛，他来了。韩涛，尤思雅呢？你放心，他很安全。你答应我会放了他的。没错，我会放了他，但不是今天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
我要用他跟尤明海谈条件。你觉得这样可行吗？尤思雅是尤明海的掌上明珠，除非他要他死，就可以不答应。你好狠毒啊你！哼，比起尤明海杀了那么多的无辜，还不算狠毒。好，你要什么条件？那批军火。那批军火已经被劫走了，你叫尤明海拿什么给你啊？他有的是官兵，叫他们抢回来不就行了吗？他连谁抢走的都不知道，你叫他怎么抢回来？那你去帮他就行了。我帮？我怎么帮？我怎么知道谁抢的？我知道，你已经从通事处何广的手中得到了一张合法的军火批文。我相信，劫朝廷军火的那帮人也一定想得到那张批文，所以你去查一查，找找这帮人。哎，如果那帮人根本就没有去找何广呢？你自己想办法呀！我相信你一定能查得到。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变成尤思雅的性命控制在我手上。哼，韩大哥，我求求你，放掉思雅，我愿意让你押走。我留着你没有用。尤明海不会因为你而同意用那批军火来跟我交换。你太过于心计了吧？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用万历那一半的军火来跟你交换石屯他们。你设下圈套，利用万历引尤思雅过来，然后再逼尤明海交换那批军火。所以当初你根本就没想要劳师动众的去抢那批军火，只要一个尤思雅，你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。真是黄雀在后啊！所以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查出是哪些人抢走那批军火的。你看你，连这些事你都想得到，过奖了，不过太迟了。我早知道就不会上你当。我不想再和你纠缠了。如果你们要尤思雅早点回来，就快点给我好消息。我是一个没有耐性的人，有消息就在这里放一杆红旗，我很快就会看到。再见。阿金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没办法，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哎，我现在去找何果，你呢，赶快回去躲起来。现在城里面到处都是通缉你的告示，很危险的。我先去那间废屋等你。好，有事我会找你，没事你不要乱跑。要再发生什么事情，再多几个高金榜也帮不上你啊。阿金哥，文才跟嘉兴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他们暂时都很安全。快去吧。过去，走！你抬手，检查一下。龙姑娘，有官兵啊，现在怎么办？过去吧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来想办法。我去引开官兵，我们照原计划进行。行了，走吧。下一个，过去吧。舒儿，你带他们往前走，向西门口走。你的，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会很危险的。放心，我会见机行事。走吧。我昨天三更半夜的出来，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真是的。哎，小妞儿，你很漂亮嘛？啊，你也很漂亮嘛？啊，干嘛呀你这是？你管不管之下又调戏良家妇女？就是的，就是啊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去看看。哎呀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呦，我的天！我们走。快点把她抓走啊！她调戏良家妇女。我们快点走，走吧。真是不要脸啊！怎么回事？丁大哥，你快把她抓起来！她非礼良家妇女。什么？你非礼人？哼！调戏良家妇女，把她带走。是。你们做什么？啊，原来是个女的，难怪有耳洞。我本来就是女孩子嘛，怎么会占人家便宜呢？我告诉你，朝廷正在通缉几个男逃犯，你最好恢复女儿身，免得我们抓错人。哼！哎，便宜喽，便宜卖喽！哎，您要点吗，贵爷？不要！哎，便宜喽！走吧，走。哎呀，真累呀！这种天还出来巡逻。就是啊，待在家里多好啊！哎，哎，你看，一个人带两个妞。哎，这块。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真啰嗦！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你看，这上面有血啊！啊，真的呀？这三个人有嫌疑，
哎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们三个被他们发现了，快点走！走！让你们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就是他们，放箭！站住！你怎么了？别跑！快走啊！快走！在哪？注意啊！走啊！快点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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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恶！这么快人就不见了！别说那么多了，快追！班长啊，这里有东西。这儿呢。原来是只鸡呀！走。现在怎么办？试试另一边。好，走。文丽，是我们的！哎，嘉兴、文才，快进来呀！啊！哎，文才，你怎么了？于大哥，我们先扶文才躺下再说吧，快点儿！来，快！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嘉兴，快去找草药啊！不用了，我看来不及了。文才，你刚才中箭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拖到现在，现在箭已经拔出来了，如果不马上止血的话，会很危险的。我不想连累你们，我不想因为我中了箭拖累你们，所以文才，你不要说了，我会找大夫把你治好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很高兴能够再见到你。不要管我了，只要你们平安地把火枪带回去，我就安心了。文才，文才，双儿姑娘，双儿姑娘，文才哥，我在这里，你说。双儿姑娘，我好高兴能够认识你。我想，我没有机会再报答你。文才哥，我不要你乱讲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双儿姑娘，双儿姑娘，你说，我听你说，文才哥，你继续说啊。双儿姑娘，我会永远记得你。好，你继续说，文才哥。文才，你醒醒啊！文才，你不要睡觉啊！文才，你爹还在等着你呢！文才，你醒醒！文才，你醒醒啊！文才已经死了！文才已经死了！文才。
我把大家的衣服都带来了。你小心啊！于大哥，你也在这儿啊？万丽，你们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万丽，文太太怎么了？万丽，你告诉我啊！文太太怎么了？嘉欣，你说啊，嘉欣。文太太已经死了。文才，文才，文才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，文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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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何大人，来，我敬你。好好好。这次多亏了你了，帮我拿到那批军火批文。我看京城里面除了何大人之外，没人能这么神通广大的了。哎呀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也不是我夸奖我自己啊，如果没有我上上下下弄好关系的话，军火批文这件事情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弄到手里的。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呀！啊，来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！哎，来。但是现在我又有个难题呀，何大人。那军火批文我有了，而军火却被人劫走了，可是朝廷又查不出是谁干的。你看是不是，天帮所为呀？啊，当然不是啦。不是啊，那奇怪了。为什么朝廷到处贴着都要通缉他们归案呢？那是尤大人要向英国人做个交代而已。真是天帮所做的话，尤大人呐，早就掀翻天帮了。那如果不是天帮干的话，又会是谁干的呢？哎呀，这个连尤大人都查不到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我想你应该比其他人更容易知道吧？因为谁要是劫了军火，他一定需要军火批文，才可以把军火给运出去啊！他们迟早是要找你的。你想抢走这么大批军火，他们还敢来找我吗？难道就不怕我告发吗？为了顺利要把那批军火给运出去，他们冒险试一试啊！抢走军火的也不是善男信女啊！你要是有什么行动的话，就一刀解决你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对吗？不要讲这些空幻的事情了。来，吃菜。上次那批南方陶瓷，我看你卖的不错，我又订了一批。这次啊，能不能帮我再把货提出来，帮帮忙好不好啊？行啊，可以啊。不过，我为了要帮朋友尽快把那批军火给运出去，搞得我一个头两个大忙死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心急把那批军火给运出去？知不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手上的批文得来不易，我很怕不法之徒给抢走了。万一碰到不讲理的，那我的命就不保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所以我想问你了，知不知道是谁抢走那批军火的？因为我估计第一个要抢我批文的就是这帮人。你知不知道我很怕死啊！万一为了帮朋友死得莫名其妙的，那就不值得啦。是的。所以我急死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这几天都在担惊受怕，倍感压力，什么事都不想做。生意也不想接，钱也少赚了很多。所以何大人，我真的拜托你，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消息，你立刻通知我，也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干杯！来拜托！好。高兄，是你，什么事啊？这里人多，说话不方便，跟我来吧。有什么事就说，现在说。是有关尤思雅的。喂，都走了这么远了，有什么话就说嘛。我知道韩涛要你用朝廷那批军火，来换尤思雅的下落。
还不是都是因为你们不守信用？可是到目前为止，你还查不出那批军火的下落。你是又怎么样？韩涛他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，尤思雅在他手上迟早会……太过分了！我现在知道他的下落，我有办法救他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出卖天邦啊！你现在只要知道他安全就好。至于其他的，你最好别问。好啊，什么条件？不愧是生意人，够爽快。你笑什么？废话，什么条件啊？我要你手上那份合法的军火批文。哦，那批军火是你抢的？军火不是我抢的，你也不必管是谁做的，合不合作吧？好，交易啊！明天这个时候，我们再来这里会合。我会把尤思雅带来，你把批文给我，我就把它交给你。嘿，当然不行了，这种地方啊，谁都不会来。我把批文给你，你把我杀了都没人知道。不行不行，看不出来你这么怕死。哼，我不是怕死，我是不相信你。我看啊，交易的地点就在烟波楼啊，那里人多一点，我不怕你乱来。到时候你带尤思雅来也很安全。我再给你批文。不行，要是你在那里安排了官兵等我，哼，那不是变得我危险？嘿嘿，你才最怕死呢。看你也不像是个单打独斗的人，你背后一定有一帮人帮你的。到时候叫他们保护你，这都要我教你啊，真笨呐！好，一言为定。哼，明天烟波楼见。我想你是不会去找韩涛的吧？你这么做只会对尤思雅不利。你是个聪明。哎，什么事？什么事啊，小蝶？顺伯说，刚刚有官兵来这里搜查过。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为了万历的事吧。那有没有损失呢？损失是没有，只是他们东翻西翻，搞得乱七八糟的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啊，为了万历把你弄成这样。这没什么，帮助朋友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嘛。哦，对了，万历他们已经离开了长恨楼。我今天早上去送药的时候，发现有官兵跟踪我。后来我想了一想，怕他们跟去长恨楼，后来就跟双儿掩护他们离开了。那他们上哪儿去了？当我离开长恨楼的时候，还是有官兵跟踪我，我就跟双儿兵分两路，我去引开官兵，双儿呢就跟嘉兴他们去了嘉洛山。后来我想赶快回来把事情告诉你，结果一回来就看见搞成这个样子了。那现在他们安全到嘉洛山没有？不晓得。不行，我明天一早就上嘉洛山找他们好了。我约了万历在那儿等我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赵思雅提出来的那批军火跟那份军火批文呢。哎，在我这里啊。啊？我怕官兵去搜查长发洋行，在提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把它转到这里来了。哦。哎呀，官兵可能是为了这个才来的。那他们搜到没有啊？他们搜不到的，我把它藏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。那好，那你把批文给我吧。火枪要不要呢？火枪不用了，因为我要用批文去交换尤思雅。可是韩涛不是说会放过思雅的吗？现在事情变得很复杂。韩涛啊，他本来呢说好了是要放思雅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！什么事啊？少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文才哥他死了啊！于大哥他们也不见了。文才死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我们离开长恨楼，一直就有官兵跟着我们，后来有官兵对着我们放箭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文才哥已经中了箭，直到抵达山谷，但是已经太迟了。文才哥流了太多血，没得救，大家都非常伤心激动。那万历又怎么会不见了呢？昨晚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，
等今天一早，我带他们来见你，把情况告诉你。但是今天一早他们就不见了，连小佩姑娘也不见了。少爷，我怕因为文才哥的死，所以大哥去报仇，去找尤大人呢。哎呀，糟了，麻烦了！现在城里到处贴的通缉令，他们一出现呐，官兵就会抓他们。少爷，那怎么办啊？我一定要找尤明海，跟他好好谈一谈。思雅呢？你不是说带她回来吗？思雅暂时还不能回来，不过她应该很安全。那她什么时候回来？顺利的话，今天晚上。什么叫顺利呀？为什么要等到今天晚上呢？哎呀，事情越来越复杂了，所以我来跟你商量一下。你快说，你要我怎么样？马上解除通缉令，让我能安心的处理思雅的事。你威胁我？你一天不解除通缉令，万历他们就随时会被官兵抓走。你知不知道，昨天晚上有个叫丁文才的已经死在了官兵的剑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叫我怎么专心做事？说句不好听的，我救了思雅回来，却又死了3个兄弟，我不全亏本了？你说你是思雅的好朋友，你有责任去救她，可你为什么要利用她来跟我讨价还价呢？是，思雅是我的朋友，但是于万历他们也是我的朋友，朋友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助。如果说我利用思雅的话，我相信她会愿意被我利用的。如果我不肯，是不是思雅就不能回来了呢？如果过了今天晚上，思雅就真的有可能回不来。还有，如果你不解除通缉令，万历他们又被官兵给抓走的话，我担心过不了今天晚上，思雅就会死。为什么思雅今天晚上不能回来？是不是她有了生命的危险？这其中的问题，我现在跟你说不清楚。反正你马上解除他们3个人的通缉令，那今晚我就能带思雅回来。你可以肯定今天晚上思雅能安全回来吗？我有100%的信心。救思雅是一场赌博，赌信心的。你把我女儿压在一场没有把握的赌局中啊！尤大人，不只是你女儿，现在连我的命都押上去了。你快告诉我，是谁掳走了我的女儿？我马上派官兵把他们给杀了。哎呀，你这么做，思雅只有死路一条。好，我答应你的条件。不过，今天晚上你要是不把思雅给我带回来，明天我就宣布通缉令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不要再回来见我。我还有个条件。丁文才也死了，于万历他们3兄弟很伤心，我怕他们会来找你报仇。你吩咐官兵不可以伤害他们，只能留下他们，等我回来，再保护他们回乡下。你太过分了！我知道，但是如果你答应我的话，我会还你一个人情。你要怎么还呢？我可以帮你找回那批被劫走的军火，让你可以交差。为什么你可以找到？这你不必问。只要我带思雅回来，依我的方法去做，那么军火就没有问题。好，只要你把思雅带回来，其他的问题只要办得顺利，一切都好办。谢谢你对我的信任，尤大人。于万历来到京城之后，碰到了很多不顺利的事，文强、文才2兄弟先后被杀，现在他们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我想你要小心的保护自己。金马，你不但偏袒于万历，还会关心我。我们多年的老朋友，我也不希望你出事啊。好，怪不得思雅常常提起你，你的确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金巴，我信得过你。多亏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是我。你？我是来救你出去的。
别啰嗦了，快走，不然来不及了。走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别多问。走。哦。快走！走！站住！站住！马上下！找死！走！你为什么要救我出来？我会带你去烟波楼，去见高金榜。是金榜让你救的？你不必多问。但是你也休想逃走。现在你爹在我手上，要是你不听从我的话，就杀掉你爹。你不要伤我爹！好，我答应照你讲的去做。干什么？我不想让官兵认出你，省得在路上给我添麻烦。你走吧。大人，什么事？圣旨到啊！快接旨。是。大人请。大人。游明海接旨。臣，游明海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前骑都统太尉游明海，自接办负责剿灭乱党天邦一事至今，尚未达到成功。与此同时，关系所及朝廷军火被劫一案亦未曾破解，拖延之期亦已久。因此之故，朕今等函旨，令游明海须于7天之内彻底完成2案，并送呈陈情复案。倘若未有依期办妥，则游明海即时罢却一切官爵，贬为看守边疆侍卫，其家属等亦须随之。钦此。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大人，辛苦了，请至后堂用茶。老夫有要事在身，不能奉陪，请大人见谅。大人，大人请。哎，茶来了，客官您的茶。哎，客官您慢用啊，有什么吩咐啊？给我来2个馒头，添点牛肉，再来点小菜。哎，好，马上来，包子小菜。好嘞。小二，来点菜。好嘞。思雅，高大哥，果然守信。思雅，高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茶来喽。高先生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
样子。谢了，我先告辞了。高大哥，我爹人呢？他是不是被刘星绑走了？你说什么？刘星刚才告诉我，他把我爹绑走了，目的就是让我在街上不反抗。高大哥，我爹到底怎么样了？岂有此理！我这么守信用，他却这么阴险，放了你又抓走你爹，分明是怕他自己走不了，真是过分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不管了，先回家去，然后再想办法。走。走吧，这些日子你受苦了，先别担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回你爹的啊！我就是为我爹担心。哎，没关系。少爷，少爷，双儿，少爷，有姑娘，你终于没事了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少爷，杨豪没事，我只是越等越不放心，才来这儿找你的。好，我先送思雅回去，一块儿走吧。好啊，少爷。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，有个家，有个梦，陪我迎接每一个早晨。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，何必争，何必问，只有快乐才是真。这些年，默默回首这一切，我身边的人每一个都在改变。那一些认真的诺言，开始有了不同的脸。我害怕这种陌生的感觉。虽然这世界总有现实的一面，但难道没有真心可以不变？我站在风风雨雨中，始终简简单单过活，是因为从来我要的不多。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，有个家，有个梦，陪我迎接每一个早晨。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，何必争，何必问，只有快乐才是真。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，有个家，有个梦，陪我迎接每一个早晨。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，何必争，何必问，只有快乐才是真。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
何必争，何必问，只有快乐才是。